获取盆景装材不花钱，自己动手最快的方法还是采用剪下来的根进行培育。大部分树种仍从根部发芽，而且成活率很高。这是剪下来的缺霉根，用塑料膜把它包好，减少水分蒸发。用适应缺霉生长的微酸性土壤种。种好了，将根转一圈，使根在生长过程中形成一个统一的流动方向，成型后根才不会乱。插上一根铝线，这样根就被固定了。茶末保湿是生长重要的第一个关键点，这与喷水保湿看似一样，但两种方法达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茶末保湿是锁住桩内水分，减少蒸发；喷水是在桩体外增加湿度，保湿的时间短，很难阻止桩内的水分流失。采用喷水省下了茶膜这一步，养不活的概率是很高的。在树桩的培育过程中，经常会遇见根长干高的情况，像这个桩就有一个取舍的问题，要么留根，要么留干，两者最好不要兼得。顽蹄根重心上移，干太高就会失去平衡，而且会显露出须根的弊端。把干剪短，挽一个蹄根。当然，这种取舍还是依据个人的爱好，喜欢玩高感的就把根剪短。调根前确定好主根的走向，多余的须根把它剪掉。这些露出来的根要修剪干净。这两条根亲和不好，从中间开一条槽，把它们合拢。受力点一定要长上部，两端受力防止皮层的破损。用胶带密封，愈合更快。这样调整根，目的就是形成一个流畅的根干过渡。种养松桩的第二个关键点是要把盆土导实，根与土接触紧密才能获取水分，这是成活的关键。不要把成活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浇定根水上，导实是基础，定根水只是补充。这是一盆因湿水湿干的缺霉，这种现象在玩盆景的过程中是很难避免的。对这种已经残废的桩材，不要轻易把它丢弃，只要有根还成活，换一种造型的方法也是可行的。剪掉枯根，把剩下的根整理一下，准备点湿土，把土塞进去，根要分布好。稍微捏紧一点，形成一个上细下粗的整体。上上膜，抓住根的两头，旋转产生变形。简单一点，就像拧毛巾，拧出你所需要的弯曲度。如果根比较粗，中间可以加2根铝线。用高一点的盆种养，一盆蹄根小悬崖就基本定型。在这个下端加一根粗粒的铝线支撑。这些露出来的根要用青苔包住保湿，这样就种好了。老办法，用一个小木块调整它的角度，粗枝要稍微留长一点。重合出芽后再剪一刀。从3个方向看，形成的悬崖盆景要有弯曲变化。桩材不管在什么时候上盆，都要有一个背阴潮湿的养护场地，这是所有桩材上盆后成活的第3个关键点。茶膜保湿，盆土导实，背阴潮湿的养护环境，
3个环节一个都不能少，这是养活树桩的根本所在。